屏幕前的朋友们，知道这2个字该怎么读吗？正确答案是苟活。嘿，开个玩笑而已，别介意哦。荀彧这个人很多人都听说过，而且知道他很厉害，但是他到底干过什么，厉害在哪，知道的人就不多了。今天不二酱就来介绍一场在历史上真实存在却被《三国演义》忽略的精彩对决——吕布 vs 荀彧。故事要从吕布逃出长安开始说起。吕布杀了董卓后，被董卓余党击败，只能带着几百个骑兵逃出长安，开始了流浪生活。吕布心想，董卓不是杀掉了袁术他叔叔袁伟全家吗？现在我把董卓杀了，这明显对袁术有恩啊，他还不得把我供起来，好吃好喝招待。嘿嘿，爷投袁术去了。到了袁术那以后，袁术一开始确实对吕布很好，然而吕布却蹬鼻子上脸。他看到袁术经常抢劫百姓，就想，你袁术可以抢劫你自己的百姓，我为什么不能抢呢？而且我还对你有恩，是不是？于是吕布也开始纵容士兵抢劫百姓。这下袁术怒了，我的百姓只能我来抢，轮得到你来抢吗？吕布看到袁术发火，不敢再待下去，只能继续开始流浪。后来吕布又跑到了袁绍那里，袁绍当时正在和黑山军首领张掖打仗，就让吕布跟自己一起打张掖。张掖有数万精兵，数千骑兵，袁绍感到相当头疼。吕布表示，这事儿好办，一会儿打起来，你先让士兵上去跟他们硬刚，我有办法帮你赢。袁绍于是照办了。开战后，正当袁军和黑山军杀得昏天黑地之时，吕布突然带着几十个骑兵对着黑山军发动了猛烈冲锋。黑山军瞬间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，被吕布硬生生打了一个对穿。接下来的10多天，吕布每天都会发动3到4次这样的冲锋，最终在袁绍的正面硬刚和吕布骑兵冲锋配合之下，黑山军死伤惨重，被迫撤退。袁绍大喜，哎呦，吕布这小子还真有2下子。然而很快袁绍就高兴不起来了，原来吕布又开始蹬鼻子上脸了，他要求袁绍给他征兵，袁绍不同意。吕布感到很不爽，一边放纵士兵抢劫，一边大开嘲讽技能，估计经常说点类似，袁绍没有我，靠你手下这帮废物能赢得了黑山军吗？这样的话，这下袁绍也怒了，吕布又不敢待下去了，就跟袁绍说自己要回洛阳。袁绍表面一口答应，还封吕布为司隶校尉，背地里却安排了30个士兵守在吕布的营帐外面，打算趁吕布睡觉剁了他。然而机智的吕布早就看出袁绍没安好心，他让人在营帐里演奏音乐，士兵们认为吕布一直在听音乐，就放松了警惕，吕布却趁机偷偷溜走了。等到夜深人静之时，士兵们突然冲入营帐，对着吕布的床就是一顿乱砍。砍完了以后，这帮人还傻乎乎的认为吕布已经死了，跑去找袁绍领赏。第二天袁绍才知道吕布早他妈跑了。气急败坏的袁绍下令追杀吕布，然而袁绍部下都害怕吕布，结果都只是做做样子，没一个人敢真的追。就这样，吕布又开始了流浪生涯，直到他接到了一个人的信，这个人的名字叫陈宫。我一向认为陈宫是《三国演义》塑造的最成功的角色之一。演义中陈宫一身正气，大义凛然，让人过目难忘。遗憾的是，真实的陈宫并不是这样的人。我们耳熟能详的陈宫抓了曹操又放了曹操，最后看不惯曹操滥杀无辜而离开曹操，这些剧情都是演绎虚构的。真实的陈宫出生于兖州豪强家庭，他一开始是曹操的部下，曾经凭借3寸不烂之舌劝服兖州官员支持曹操，为曹操拿下兖州立下了汗马功劳。然而在兖州站稳了脚跟的曹操，很快就让陈宫感到了发自内心的恐惧。事情的开端是兖州名士边让因为说了几句曹操的坏话，直接被曹操杀了全家。接着曹操他爹被陶谦派人杀了，愤怒的曹操率军攻入徐州，对平民百姓展开疯狂屠杀。徐州大地化为尸积如山的土场，史称泗水为之不流。第2年，曹操再次征讨徐州，继续对平民展开疯狂屠杀。此时的陈宫再也无法遏制住内心的恐惧了，在徐州的疯狂屠杀说明了曹操的性格中有相当残酷的一面。
而杀边让全家则说明曹操的残酷不仅可以用在平民身上，还可以用在世家豪强身上。对于成功来说，曹操滥杀多少平民不见得能触动到他，然而想到曹操的刀还可能砍到自己身上，成功终于无法忍受了。趁着曹操在徐州作战之际，成功劝服了同样不信任曹操的陈留太守张邈，两人一起反了，并写信邀请吕布入主兖州。接到书信，吕布大喜，终于草根出身的我也能成为一方诸侯了吗？这个机会我要抓住，一定要抓住。于是吕布立刻带兵进入了兖州。进入兖州后，吕布并没有去找成功，而是直接扑向鄄城，因为曹操的家属全都在这。估计这时候吕布心里想的是，嘿嘿，曹操如妻子，我自养之，如吾虑也。吕布的决策很聪明，遗憾的是守在鄄城的那个人叫做荀彧。曹操临走前把守护兖州的重任交给了荀彧，就这样一场吕布 vs 荀彧的精彩大戏就此拉开。由于曹操这次征讨徐州带走了大部分军队，荀彧可以调动的军队相当少，这一波防守可以说是地狱级别的难度。然而荀彧并没有惊慌，他冷静地开始了指挥。首先，荀彧命令守在濮阳的夏侯惇前来支援鄄城。夏侯惇得令后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策，只带轻装部队前往救援，给守城部队留下足够的辎重。在夏侯惇看来，鄄城要守住，濮阳一样不能丢。对付你吕布，用轻装部队足够。在路上，夏侯惇正好撞上了扑向鄄城的吕布。这一战，双方应该都是人数不多的轻装部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主帅个人武力对战局的影响就相当大了。按一些人的想法，这战有悬念吗？夏侯惇那不是肉票将军，废物一个吗？就这种废物还敢用轻军硬刚吕布，那不是找死？然而双方交战的结果是，吕布硬生生被夏侯惇给击退了。是的，这就是很多人口中的肉票将军夏侯惇的真实战斗力。如果大家感兴趣，我以后可以出视频说一下真实的夏侯惇，感兴趣的朋友就把1打在屏幕上吧。被夏侯惇击退后，吕布并没有泄气，而是迅速改变了思维。既然夏侯惇带兵在外，那我何不避实击虚，直接拿下濮阳呢？于是吕布立刻调转枪头，直扑濮阳。按理说，夏侯惇已经在濮阳留下了足够的守备力量，吕布应该没那么容易拿下。然而悲剧的是，曹操用错了人，他出兵前居然让陈宫带兵驻扎在濮阳附近。看到吕布来了，陈宫立刻带兵投向吕布，帮吕布拿下了濮阳。得到濮阳陷落的消息，夏侯惇只想大喊一声，曹操你他妈坑爹啊！吕布占领濮阳后，心生一计，派自己麾下几个将领跑去夏侯惇那里诈降。夏侯惇这哥们比较单纯，直接就信了。结果这帮人趁着夏侯惇安慰他们之时，突然扑上去把他给挟持了。这就是很多人用来黑夏侯惇所谓的肉票事件。然而这些人都没有注意到，吕布派来诈降的并不是普通小兵，而是将领。也就是说，夏侯惇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几个将领给挟持的。要知道，历史上孙策可是在有防备的情况下，依然被2个刺客打成了重伤。所以我实在不明白夏侯惇这事儿究竟丢人在哪。夏侯惇虽然被挟持，却没有对绑架者做出任何妥协，最终也被部下成功救了下来。被救后，夏侯惇立刻带兵赶到鄄城，趁夜发起突然行动，诛杀谋叛者数十人，一举稳定了局势。鄄城局势刚稳定，新的大危机又出现了。豫州刺史郭贡亲率数万人过来碰瓷，这下大家都吓呆了，军队基本都被曹操带出去了。咱这本来就没多少人，怎么对付他几万人？就在此时，郭贡又要荀彧亲自去见他。荀彧表示 OK 我去。这下以刚烈著称的夏侯惇都惊呆了，他急忙拦住荀彧说道，别啊，现在我们都指望着您拿主意呢，您这一去要是出什么事儿了，我们怎么办呀？荀彧笑了笑，用淡定的语气说道，大家要清楚，郭贡跟张邈他们并不是一伙的，他们现在并没有想好应该怎么做，要让他保持中立，这是唯一的机会。如果我们不见他，这不是逼着他跟张邈一伙吗？说罢，荀彧头也不回地前往郭贡大营。到了郭贡大营，荀彧毫无惧意，只是冷冷地问道，您来这有什么事儿吗？
看着眼前这个长得像妹子，气场却超过10000个纯爷们的家伙，郭贡当即表示没事，我滚，我这就滚。荀彧这招其实就是典型的空城计。荀彧强大的气场使郭贡感到荀彧必然握有千军万马，吓得他直接溜了。在荀彧和夏侯惇的出色表现下，鄄城是稳住了，然而兖州的局势却不容乐观，整个兖州几乎都反了，就剩下鄄城、范、东阿3个县还在曹操手里。那么接下来重中之重要保住另外2个县。一番思考后，荀彧寻来了拥有兖州豪强身份的程昱，让程昱利用自己在兖州的威望去保住范县和东阿。程昱当即出马，成功劝服范县县令坚守城池。接着程昱又预判了成功的行动，派骑兵抢先占据了仓亭渡口，导致随后赶来的成功无法渡河。随后程昱又跑去东阿协助防守，自此3县基本是雷打不动了。就在此时，最后的大危机到了。经过休整后，吕布亲自带兵前来进攻鄄城。对荀彧来说，这无疑是个巨大的考验，毕竟他手里的军队少，战斗力还不行，而对方不但有兵力优势，主帅还是超级能打的吕布。更重要的是，荀彧之前虽然帮曹操主管军事，但亲自指挥军队作战，这可是第一次。一个第一次带兵的人要指挥少数杂牌军，顶住一个猛将率领的优势兵力，这难度简直相当于西红柿首富里的王多鱼踢恒泰队啊！然而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荀彧居然守住了，居然真的守住了！第一次带兵的荀彧深深把吕布所有的攻击都扛了下来，最终吕布不得不带兵撤回濮阳。纵观保住3县的过程，荀彧展现出的统筹能力、用人能力、魅力、谋略、军事指挥能力，无不令人叹为观止。可以说，历史上的荀彧是一个真正的全能型人才。就这样，吕布虽然成功拿下了兖州绝大部分地区，但荀彧保住的3个县却让曹操拥有了翻盘的余地。面对这样的局势，刚刚成为诸侯的吕布深吸了一口气，他很清楚现在不是高兴的时候。风尘仆仆朝着兖州赶来的曹操，如同死神的镰刀一般，对着吕布步步逼近。一场血腥残酷之极的大决战即将展开。好了，感谢观看本视频的朋友们，下一期我来说吕布和曹操之间精彩而又残酷的对决。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就给个关注和3连吧，大家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那拜拜啦。